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外卖低至5折起。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成长没什么不可以。本节目由3重真萃3D 御护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就算是个路人甲，谁也要翻身的。浪花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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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谁不是个路人甲？谁又有资格评价？任他吧吧吧吧吧吧吧啦啦。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外卖低至5折起。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成长没什么不可以。本节目由3重真萃3D 御护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听个段子电充好，感谢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的比亚迪汽车赞助播出。轻松爆梗随口来，一口维他爽开怀。感谢真茶真柠真爽的维他柠檬茶赞助播出。华为 Pura 90系列新一代2亿智拍旗舰，2亿智拍一出手，追星大片跟着走，为健康做好药。本节目由东阳光药赞助播出。土地有温度，美食有态度。感谢爆笑零食好 homie10个晴天美食小铺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到对抗路友谊赛，精彩继续。我要草团借箭，我打算呀设计一个恋综，这样男嘉宾女嘉宾一见面直接亲嘴。哪个借箭啊？他就是见不着东西单着，他最讨厌的植物就是牡丹，他最讨厌的动物是丹顶鹤，最讨厌的节目是喜剧之王单口记。像刚才我说的那种假人装货，他们反而能够骗到很多关注。我想对他们说一句话，是我跟机器人学的，就请把中间的位置让给我。这个梦回大堂是什么项目？就是这个按摩手法特别棒，能给你按睡着了。等你一睡着啊，给你扔楼下大堂去。哪个大堂？我说人家钢琴是乐器之王，是因为人家音域广、上限高，不是因为他卡穿搭。你要是这么喜欢穿西服的话，你去萨利亚当 waiter 不就完了吗？老师那个拍，我俩拍跟不上，但我俩错的拍在一起啊。他从镜子里出来之前，我俩只是一对卧龙卧。让我们恭喜岳明，谢谢徐指导，直接晋级。最终晋级结果是，导演组跟我说，比到这个赛段还剩32组演员，但是32组里面呢，正好2组漫才，他们34个人加上您，这个组合叫35条人。35条人，哎呀，可以多了30条，那我的私人飞机坐不下了。还好我们也没给您准备。那我们也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欢迎大家，欢迎我们的资深主持长，欢迎在这一赛段陪伴我们的任课双雪涛老师，欢迎2位。那问问这个双雪涛老师吧，作为这一赛段来的人，其实也是咱们的老观众，这一赛段有什么期待吗？当时问我说能不能来，我马上就答应了。对，我就没仔细看是哪个节目都，因为特别喜欢脱口秀，然后也是这些演员的忠实的粉丝，然后我觉得我的期待就是大家能够享受这个舞台。好嘞，那任科先生，哎，其实呢，我是百忙中抽空过来的。真的，我昨天在那个连云港演音乐节，是连夜赶过来的，就开了六个多小时的，真是辛苦您了。但是我非常喜欢他们的这帮脱口秀艺术家。那您想评价一下他们这个唱功吗？我差点直接被他们带偏，你知道吗？前面对，因为由于你们非常有特色的演绎方式，直接把这首歌给改编了，对，问题彻底出现。我一下子找不到调了嘛，是吧？哦，所以说就刚才他们唱的跟后来任科唱的是一首歌哈。刚刚这个表演叫同一首歌。哎，你还没问我对脱口秀这个艺术的表达。哦，对，那您对这个艺术？对，我刚才只是对他歌声的一些点评嘛。OK， 来吧，我来说个10句吧。首先呢，你知道吗？这算1句吗？还有9句。Yes, wonderful。因为脱口秀对我来说呢，一言难尽。对。因为我是写民谣的嘛 ，you know， 对吧？根据自己的体验经历写成一首歌，
但是我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就是他们通过自身的经历，也是一种民谣。我说，OK， 总的来说我是来学习的 ，you know， 从他们身上学习如何创作。你跟林建奇肯定能聊到一块儿，是不是？对，也是抽象赛道的哇。除了欢迎我们今天的新朋友，还有几位老朋友。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我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赛段的玩法和规则啊。上一个赛段我们叫做对抗路友谊赛，这一赛段导演组绞尽脑汁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友谊路对抗赛啊，就是正反话。就上海有一条路叫友谊路吧，有一个火锅挺好吃的。如果你是对抗路，这轮就变成友谊路了。友谊就是可以肆无忌惮的嘲讽对方。哎，我跟雪涛先生呢，有一段非常浪漫的友谊的开始，就是在他做那个话剧的第一场的时候，演完之后，任科给我发了好几条60秒的，练普通话。煮起来的话，应该会梗会多一点，可能。哎呀，我的妈呀！咋整啊？有一路算一路吧。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想出来，哇，好巧妙？敌人的敌人肯定是朋友。他刚开始把我当敌人。我俩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真的吗？你打不过的，我肯定能打。打个看看。江湖不是打打杀杀。老师选我。老师想打错是赛马。你俩对抗过了之后不打不相识呗，完了就友谊了呗。选手们根据上一场的比赛，有些人晋级携手晋级了，有些人又重组了，所以他们形成了16组友谊小队，分成了一共5组 PK， 分别是4组2对2对2和1组2对2对2对2。每个小队先派出1个人进行对决，而他们的票数将决定自己队友的上场顺序。票数较低的就要先登场表演，最后2轮演完，2个人的票数相加，第1名的小队直接晋级，其他所有人全部待定。这一场跟以往一样，还是满分220票。我们5位气氛组组长，现场有215位观众，1人1票。表演过程中随时投票。所有的表演结束之后，我们再根据所有人的个人票数打排名，最后5位晋级。最终本赛段的晋级名额是22组。也要提醒一下还有复活金牌的朋友们，这一赛段应该也是最后一次使用复活金牌的机会了。首先要对决的3支友谊小队会是谁呢？请看大屏幕，掌声欢迎1倒数小队的于国浩，有请奇岩前小队的七七李卓言，欢迎外小队的安宇王悦，欢迎各位。第1轮要进行对决的是浩、七七、韩宇。那今天要率先为大家打开舞台的这位朋友，是这个舞台的新人，也是咱们的金牌律师。听一听金牌律师的来时路，掌声有请浩。我是感觉到第3赛段很累了，真没咋好好睡过觉了，焦虑，真焦虑。但是吃完火锅之后再想不讲，发法条不讲，法条也没讲，没讲啊！我全忘了，我全忘了。今天这一天快点过去。被动，真是不知道如何走到今天。整吧，每一轮都会逢凶化吉。好，朋友们好吗？我是浩，我是一个东北的文科生。东北文科生其实就俩出路嘛，要不站在这儿讲，要么百花文学奖，对吧？
高中的时候我就在文科火箭班，文科跟火箭都不挨边儿。成绩呢，年组前50，别人一听，哎呦兄弟你是学霸呀，我都想当一个真正的学霸呀。但是我们学校一共就100个文科生，除去艺术生、体育生就剩50个。我们班真正的学霸其实就俩人，其他人都是学霸。其实我一直在扮演一个追赶着别人的人，一边追赶别人，一边怕被别人赶上，一边努力一边在质疑努力到底有没有用。有用，奋战了3年，我最后以载入史册的成绩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谢谢，谢谢是北大的。哪来的一句？这才是学霸，而我是当年辽宁省的最低分。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人能让我在学习上享受那种碾压别人的快感？西政、法学的黄埔军校，放眼望去没有一个软柿子，直到遇到了我的舍友明哥。我到西政报到第1天走进宿舍，明哥暂停游戏跟我说的第1句话：学习学个屁！就那一刻我就知道，就他了。明哥紧接着说的第2句话：我没想到能考到西政。我说俺也一样。我跟明哥相见恨晚，一拍即合，都不学。但是对不起明哥，我大学4年一共干俩事儿：偷摸学习，稳住明哥。但是后来发现明哥都不用我稳，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明哥的那个床帘上就会映着他玩手机的那个侧影。明哥1节课都不翘，但是到了教室就睡觉。但是第1次随堂测试的时候，明哥提前了1个小时交卷，整个考场面面相觑，我冷汗都下来。我心想不会吧，可后来发现他是真不会呀。法学这个学科的每天的生活就是从中国法背到外国法，最后背的毫无办法。而明哥的日常每天一醒就往床上一躺。第1次外国法测试，我勇夺倒数第2，明哥倒数第1。但是明哥没挂科，明哥高兴坏，他说：“兄弟，你看洋人拿咱俩毫无办法。”明哥说：“兄弟，咱俩没学都没挂科，咱俩要学了不无敌了。”我学了。期末考试的时候憋足了劲儿，先在网吧充值了500元麻痹明哥。然后再试探明哥，我说兄弟啊，期末了咱俩真不学点啊？明哥睡眼惺忪，哎呀，法学，正义的人不用学，坏的人学不好。这孙子是不是点我呢？但是每次复习完之后，我回到宿舍第1时间就要确认一下明哥那个影子还在不在，每次都在，真的让我特别的安心。但是每科成绩下来，明哥分都跟我差不多，有的科明哥还比我高几分，我就有点害怕了，怎么甩不掉呢？就我当时那个心情，朋友们，你们读过《聊斋》吗？我就是夜里赶路那读书人，明哥就往路边一躺，我看也没再往前走2步，一抬头发现明哥又躺在那儿。直到有一天回到宿舍，发现明哥坐在床底下，手上捧着一本《刑法学》。我说兄弟啊，是不是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明哥说这书买了从来没看过，都落灰了，我擦擦。就那一刻，信任开始崩塌。我陷入到了一种囚徒困境。我说这孙子是不是背叛了我的背叛呢？我跟明哥是一直到本科毕业的时候，才终于分出了胜负。我以当年第1名的成绩考到四川大学读研。明哥没有了音讯，但是我在读研的时候，偶尔会看到明哥在朋友圈转发各种各样的法学期刊、法律论坛。
明哥在我眼里有点像法律界的微商。但是在我研究生毕业的那一天，我突然惊讶地发现，明哥默默给我晒毕业证的朋友圈点了一个赞。就那一刻，我有点愧疚。我说，明哥真的在为我的成功而感到开心，因为如果我刷到任何明哥跟硕士有关的朋友圈，我只想评论一个问号。后来毕业了，就去了一家律所工作。工作的有一天，突然跟我大学另外一个同学打电话，就突然想到了明哥，说：“哎，明哥，明哥你还记得吗？明哥现在干啥呢？”他说：“明哥，你自己舍友你自己不知道啊？他现在不搁中国人大读博士呢吗？”我们撂了电话，我老难受了。我想明哥太坏了。他怎么能扮猪吃老虎呢？那仔细一想更难受了，我才是猪啊！你知道吗？后来有一天我自己看了一部恐怖片，就在这个片的最后，那个主人公慢慢的走向那个有人影的帘子，然后大喊一声“去死吧”，拉开那个帘子，发现后面是个假人。我就在想，明哥当年到底在没在床上啊？去年的时候，明哥邀请我去他老家去玩去了。有一天我们吃完晚饭，路过他以前念书那个高中，那个高中门口有一块石头，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名字，就是那个高中历届的考生。明哥赫然在列，那个石头像一块封神榜，明哥是神，我疯了。我说兄弟，你咋从来没说过你高考没考好？明哥说我咋没说过？我不说了吗？没想到能考到西政啊。其实我仔细想一下，可能大学那4年我读的一直都是明哥的野史。在明哥的正史里，史官是这么记载的：即使明哥高考失利，但是依然考到了5院4系，大学4年无一挂科，轻松毕业。考上研究生，在明哥看来甚至不值得发朋友圈庆祝。最后顺理成章的读博深造。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史书，在我的列传里，史官也曾记载过一句话：“我赢过考生。”谢谢大家，我是浩。谢谢浩。喜欢浩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浩。开场紧张不？其实适度的紧张是有利于表演的哈。现在好一些了，但是肾上腺素还没完全褪去。那咱问问庄雪涛老师，庄老师的那个大学也是读的法律相关的，是不是？吉林大学法学院。对，你没事调查嘉宾干什么？是我跟浩其实有挺多共同点，就是我们俩都是东北的嘛。然后我大学也念的法律，吉大法律系。但你是个东北人，咋没报吉大呢？考不上。这个段子其实是一个写人的段子嘛。他是用这个明哥这个人物来整个穿下来，而且他这有一个核心点，就是这个扮猪吃老虎这个，其实能把这个段子整体以这么一个点说的这个妙趣横生，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很欣赏任科，没有随大流拍灯，因为我跟浩之间其实也有很多不共同的点，因为我没有学法律，我连高中都没读，严格意义上我是初中毕业的。但是其实我听进去了，其实我可能也是明哥这样的人，对吧？大家看我吊烂单，其实我曾经花1个月的时间，除了吃饭，把睡觉时间也缩短，1个月把手风琴拿下，然后我未来20年就靠那1个月的积攒，真的，后面我就不用练琴了，对，我可以花1个月学法律。刚才听这个还是挺有感触的，因为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碰到一些好学生在装不学哈，这个我当时是非常不理解，因为作为我们来说，一直在装学，每天在现场，老师一盯着你的时候，其实根本没听懂，但是只要老师一看你就皱眉头，就是在睡觉，然后在眼皮画个眼睛的。
演技这一块，就那时候练出来的，这样。所以你现在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很努力吗？其实我感觉，偷偷的努力应该算是一种伪装，不是那种优秀到极致的人的一种伪装，这是可能是我的一种生存哲学吧。就是特别的努力，如果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自己会挫败。那你小某书上发那个说你在全力创作配一个网吧的那个照片，那是假的是吗？那个是那样的。我说的是我将全力创作，然后时间会证明一切。就是全力玩是更好的全力创作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先玩完，然后再去创作。我觉得你承认挺好，承认自己努力，其实挺帅的，我觉得。其实我是一直承认自己是一个努力的人，但是我就是一直觉得有些人的出现会让你觉得努力是有一些苍白的。但你看，我们有时候看很多那种很努力的人，他终于得到什么的时候，我们会更为这种人而呐喊。但是你觉得天赋，如果我得到了，然后你觉得哦，他就是天赋好，或者他很有运气，他老天爷给他的。但是你自己努力得到那件事情，不是哇更值得狂喜吗？我是觉得努力是普通人的天赋，然后懒惰是天才的特权，然后平衡天才和普通人之间的砝码叫做运气，这是我自己的想法。这不问是咋说呀？这不问。哎呀，小金句儿这一套一套的，哎呦。哎呀，我这一看任科大哥没给投票，哎呀，我同样一个初中学历的人投票，显得我好像有点附庸风雅，显得我好像也在努力一样，想试图融入大家。你也是初中文凭啊？我甚至都是肄业。你俩还要分个高下是吧？是，所以你没跟他有共鸣，我跟你有共鸣了。好嘞，谢谢浩带给我们的开场表演，请你回到休息区。下一位要上场的朋友，主持过尖叫之夜，上一轮也带给了咱一个尖叫之夜，我们掌声有请77。我们叫一点钱也没有啊，进段子进很快吗？进太快了啊！我们叫7眼前，因为在7眼前以后。我觉得李卓言很可爱，很真诚，反差巨大，很强劲，对我的帮助十分的大，然后有他在，令人安心。77，你这次的表现一定会很好。气死那些瞧不起你的人。李子熟了，灼热的聚光灯也已经准备好了。哦，妍，是时候上场了。好。大家好，我是77。实不相瞒，朋友们，现在呢，我已经把自己当明星了，但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当明星。因为大众对明星有很高的期待他们有高尚的品格、完美的外表，而我没有高尚的品格。确实，现在比以前更红一点了，应该要有一些社会责任感，但也是因为比以前有钱了一点儿，这个道德感呐，有一些滑坡，可以说是穷人还没乍富，小人已经得志了。今天小人主要是给各位禀报一个吵架的故事啊。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跟谢粤民3个人去游乐园里面做，这个是拍给浩的吗？这个是拍给那个小人。OK， 去年年底我跟谢和粤民3个人一起去游乐园里面坐过山车，我们当时下定决心买了快速通道，因为想坐第一排。检票的人跟我们说前面没有人，我们上去就是第一排。结果我们上去之后发现已经有一对情侣坐在第一排了。我说上去我就说你们怎么在这儿？那我怎么办？我后来回想起这2句呀，我好像去抓奸。那对情侣就说他们2个人是上一波没有坐上车的乘客，因为上一波有一个小女孩跟她的父母一起来的，那个小女孩呢身高不够，她的父母
就自己去做了。然后他们俩就自愿留下来照顾这个小女孩，我根本不相信。你们相信吗？哎，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父母和这么爱负责任的情侣？真的，如果有人跟我说，我要自己去玩了，你照顾一下我的女儿吧，我只会说要照顾多久啊？要到她上大学吗？我当时非常笃定，他们两个人就是上一波做完之后没有从离开的通道走，直接过来重新做的。我之所以会这么想，因为我每次都想这么干。我当时就问他们，我说那小女孩在哪儿？没看见啊。他们说被她的父母接走了呀。我说哇，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我当时很生气，因为我觉得你们明明是钻空子，竟然给自己找了一个这么高尚的借口。我就说不可能，你们就是骗人。他们竟然说你先不要着急。我说欧某，他也会演好人了吧？什么都要站着呀，高尚你要站着，大度你要站着，第一排你倒是坐下啦。我就跟他们吵了起来。好吧，只有我一个人在吵，因为后来那个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多啊，把我们团团围住，开始看热闹。他们两个人声音就越来越小，因为人都要脸嘛，我也想要。但我有职业病，观众越多我越兴奋啊。但我同时又感到很心慌，因为我也不是这么经常的没有素质。当时场面已经完全失控了，我看见那帮围观群众，我都心急，我怎么光看呢？来劝劝我呀！没有人理我，我只能跟谢谢使眼色。谢谢很聪明，不愧是北大的，马上就要 get 了。谢谢说：“那叫工作人员过来评评理吧。”我说不用啊，你也可以评啊。你是一个大人了，谢谢。我后来看着工作人员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他说：“哦，是我让这对情侣在这里等的。”我当时完全不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我说：“你们有被一句话改变过整个人生吗？”然后那对情侣这个时候掏出了手机说：“你看，这个是我们跟那个小女孩的合照。”我说：“你有证据，现在才拿出来。”现在所有人都盯着我看，我要怎么收场啊？我说啊，原来是误会呀，搞错了啊，没事，大家都系好安全带吧，我从这里跳下去就可以了。然后那对情侣还说，这个小女孩很可爱的。他就是要逼死我。我当时根本不敢看那个小女孩的照片，那个小女孩越可爱，我这个小女孩就越丑陋啊。我当时真的觉得很抱歉，但我的气又下不来，所以我对那对情侣说对不起。他们俩马上就原谅了我，像是已经等待了很长的时间。他俩说没关系，人就是会有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在我人生的任何一个瞬间输得这么的彻底，架吵输了，素质也没了，人品更是不能细品。我当时感觉我每个方面都矮他俩一头，我感觉我的身高也不够了。我爸妈什么时候来接我呀？我回家之后真的自责了好几天。我在这里想给那对情侣认真的道个歉，对不起，让你们无端的承受了这么多。如果我当时就这么认真道歉的话，他们会把第一排让给我的吧？他俩素质那么高。但
但是诚实的讲啊，除了自责之外，更多的还是害怕，怕有人拍视频，我怕网友骂我。但是我的朋友跟我说，他说不会的，就算他们认出来你是七七，也只会觉得说，像他会干的事情。其实这个事儿，如果我不讲，没有人知道，因为确实没被认出来。我讲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已经发现了，比有钱人更受尊重的是道德高尚的人，但比道德高尚更受尊重的是诚恳诚实又知错能改的人。我确实做的不对，但是没有想到吧，我通过讲述这个故事，讲述我的反思，成功实现了道德领域的弯道超车。哎呀，就是这样，君子坦荡荡，小人是七七。谢谢大家，小人告辞。谢谢七七。喜欢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这个任科老师这个灯，来，我来解释一下。好，对，因为七七呢，严格意义上是我的第一次看专场，应该是2-3年前。就是去年。去年啊 ，OK，sorry。他是开场嘉宾，当时呢，他就特别的有趣，也是讲了一个小人的故事。对，这就是我的本质。女娲造人，我在现场听，对我也想拍灯的。对，但我在观众席，对我只能拍凳。所以刚才那个灯，对我一下子回忆到当天在剧场看他演出的。哦，你拍的是那天的灯。七七一直延续这个，就是小阴暗的这个风格，很喜欢。我觉得你每次演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自己，比如说我身上有哪些什么小问题，就是你多发现自己身上有哪些的小阴暗，然后可能你更知道什么时候我应该把那个善意给传达出去，而且你最终那个表达的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都会有阴暗面，但是你的真诚和你的真实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就才会这么招人喜欢。谢谢。哎，你有拍戏过吗？有客串过一些电影。我觉得你好适合呀！刚才你那个生气鼓鼓的那个样子，特别像卡通人物的那个小宝宝。想介绍你演动画片儿。我觉得最准确的一个就是他的表演能力很强，还原能力很强。其实这当然是一个小事，但是我觉得你还是用你非常精彩的表演，更丰富的你说表情也好，肢体语言也好，节奏也好，把这段事说得非常的精彩。我觉得这一个问题，最后你坐到第一排了没？最后是坐上了下一轮车的第一排，可以说是跟我不吵架的情况没有任何区别。下一轮又来俩人，你怎么在这儿？我真的很怕。幸好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好像应该写进去哈，好像差了一个小尾巴。下次稿子发你啊。好嘞。哎，不过我特别好，真的，我刚才听这事儿，当然确实您一上来就有点蹿儿跟人生气，这确实咱有点情绪激动啊。但是这个我们本来就是听工的人说，我们排的就是第一个啊，他是不是第一排跟后边不是排一趟队？按理说，有的游乐园是那样，有的游乐园会把那个第一排单独列出来，因为很多人想坐那个过山车的第一排，但有的游乐园就是一起排的，然后你要跟他说我想坐第一排，他说那你这边等一下，他就是同一个通道，我们去的那个就是同一个通道。所以我觉得你看他这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不是说他小邪恶，因为人告诉他第一排没人，他才这样的。你懂我是不是？你这，哎呦，谢谢你，真谢谢你。其实讲，哎呀，这真挺紧张的，讲这个故事。那我别等会儿，那不会因为播出的时候大伙儿网暴你，把我也烧上了吧？行了，那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你看桂林这人也没什么素质，你还跟这说什么？他也是一样的人。必须剪进去，后期凭什么呀？真的深恶痛绝你这种人。要这句啊，老师要这句。我觉得刚才那个两位老师说的挺对，我觉得真的挺适合演电影的，因为他中间演那个段，包括模仿好几个人，其实演的非常好。有导演在那边听到吗？谢谢。台上就有导演。这里的导演也听一下，这边的导演也听一下。好嘞，谢谢七七，谢谢。3位演完之后，一起来公布第一轮的票数。那第一轮对决的第3位演员是这个舞台的新人，前2轮一直在劝大家逃离北上广，去他们
高原老家玩一玩。我们来欢迎来自高原的海宇。王源想的这个名字，我觉得还挺巧妙的 ，WHY， 我们的名字缩写都在里边，然后多的 H 就是好的意思。对，刚好就是一个 Y， 在这儿呢，人呢。其实自信没有上一轮那么强，只能说是负重前行吧，这个赛段。我觉得都挺难打的，因为于博和浩就是2个东北猛男，给我的都会写他们。七七是上一个赛段的第1名，阿烟就狠，有队友就想依靠。怎么说呢？就是我这一轮你肯定是有点，靠不住，我真的有点害怕拖海宇的后腿，真的。我想的是，还好有你与我同行。我的是王者风范，越王勾践。以王者的风范、王者的姿态去演，演不好呢，我们就是越王勾践，尝尝苦胆，还会卷土重来。对。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年的新演员，我叫海宇，谢谢大家 ，Hello， 名字叫海宇，是一个藏族。我觉得很多人对藏族还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印象。之前打车碰到一个司机，一上车就问我：“小伙子，老家哪里？”我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他没听过，愣了一下，说：“这是一个地方还是？”我说：“一个地方。”他对我很好奇，开始观察我，透过后视镜，我能感觉到他想夸我的家乡很漂亮，但他应该是第一次见到藏族，所以他观察过后是这么夸的：“你们那边有蓝天哦。”我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他，我感觉不管怎么回答，我们2个都像一个弱智。是吧？我总不可能把头伸出去，我说：“哎呦，咱们这边没有啊。”来了，发现咱们这边真没有。他对我的好奇开始增加，刻板印象开始叠加。他说的话我已经听不懂了。少数民族小伙子，有点意思。蓝天，来一段。蓝蓝的天空。我才反应过来，他想让我唱这首歌。朋友们，我是会唱，但我不会唱，因为腾格尔是蒙古族。他再这么回头下去，我们真去天堂了。好不容易到那个目的地，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哎，怎么少数民族小伙子一路上不说话，一点不大大方方的呢？”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对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的刻板印象就一定要热情大方。不是的，是吧？我们那边也有我这种 INFP 藏族。草原上除了牛和马，也有小蝴蝶。我就是那种不敢跟人发生冲突，害怕打架吵架，会把委屈吞在自己心里的那种讨好型藏族。最怕的就是他这种索取型汉族。我感觉我只要给他暴露我的民族身份，我的笑容就得挂在脸上，印在脸上。包里面装满了牛肉干，脖子上挂60条哈达。一上车他说：“先生，手机尾号。”说：“不要管那么多，扎西德嘞。”讨好型藏族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我之前演出结束，我想去吃水果，买一盒阳光玫瑰，这么小一盒，120块，太贵了。我打开那个包装袋一看，它都被拆封过了。我心想，你二手玫瑰是卖的贵啊，但我真的没有勇气说出那一句我不要，不敢说。我脑子里面全是我身边那些 ENFP 藏族朋友，自带高原气势。
为自己发声，我想学他们，我也气沉丹田，努力练习。我说：“老板，你给我过来！这么小一盒卖这么贵，为什么？说。”我觉得我太帅了，老板看着我，我们这儿就卖120。我说：“好的，没问题，老板，对不起。”真的怂了，我小蝴蝶挣吃就只能挣1个回合。我回酒店吃那个阳光玫瑰，哎呦，越吃越委屈，越吃越委屈，但眼泪还没掉下来，阳光玫瑰就吃完了。我好想变得爽快一点，就在这个时候，我看了我酒店桌上的维他柠檬茶。真茶真柠，够真够爽，要做就做最爽快的自己。INFP 喝完直接变 IMSK， 我是爽快的蝴蝶。我也知道这个广告出现的有点突然，但我要挣钱买阳光玫瑰。刚刚花了120块钱，不想当老好人。从那天起，我发誓我要改变我的性格。我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我要当超雄。我想自信一点，我觉得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群体是过于自信的，对吧？能不能把他们的自信分我一点？比如说唱歌手，我真的很羡慕他们，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会提需求的群体了。我看过他们的演出吗？一上台就开始提需求了。Put your hands up. Give me some noise.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他们 please 都不说的。我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会非常在演出结束后非常张扬地问出一句：“我是谁？”太帅了！我看他们的演出，我知道他们的名字，我都忍不住喊了几句。我觉得藏族很适合当 rapper， 真的，因为我们那边的高原文化和说唱文化就是有很多共通之处的，比如说我们那边也有很多 beef。beef 也是我们那边的第一生产力。我们还有 beef 干、beef 面，还有大家最出名的毛 beef。但你们从来不听藏族 rapper， 你们只会去听维族 rapper， 对吧？那些新疆 rapper 名字寓意好，又酷又帅，爱热。那吾克热，一听就烫。你很难出去跟别人说，我反正喜欢尼玛。我喜欢。我有个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扎西尼玛，一听就超雄。他的性格，他都不属于那种快乐小狗，他属于那种快乐藏獒。谁需要他的名字，他咬谁。但这篇内容一定要提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现在在互联网上已经被污名化了。给大家介绍，尼玛在藏语里面它其实是太阳的意思，所以这篇内容提到他的名字，热度肯定不会低的。我想学他，我也想咬人。我回到那个水果店，我反思自己，我就是信息给太多了。rapper 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他给我报价120，我脑子里面在想啊，120。啊，这也太贵了！我要不要说120好贵？啊，说了他会不会笑我？啊，我要不要说？要不要说？哎呀，好害怕，好担心。rapper 过去直接，或者我在想，人跟人对峙的时候，如果我害怕发生冲突，我能不能说他听不懂的语言？如果我可以说我的家乡话，我在那个水果店老板，我会非常的自信，我会非常张扬的看着他，我说，哎。俺国可是这样的人，俺国可是这样的人。我没有唱歌啊，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对不对？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指119能不能卖？我知道几分钟的脱口秀很难真正改变我的性格，但我已经在练习提出需求了。这个节目录到第3轮了，我提出的第一个需求就是，我真的希望这篇内容讲完之后，以后演出可以有人知道我是谁，我是海宇，谢谢。谢谢海宇，喜欢海宇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海宇。
黄渤老师好像第一个拍的，是不是？是哪个点？他这里边好多小细节，好像。啊，对对对，他细节特别多。我得客观的说，就是你比如说七七一上来，我看到他，我嘴角已经开始往上咧了。我觉得他可能就会给你带来一个接下来的这个喜剧感受。但是韩宇就是上来的时候，他给人带来的直观感受不是一个喜剧感受，感觉他挺严肃的。但他一说那个能量能力，还真挺厉害的。所以说我没有感觉到他有那么的，刚才那叫什么 INFP 是吧？啊！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有关于他的民族以及他自己生活的事情，之前剖析的就很多，也很有趣。那我就不得不提那个嘿嘿，简直快成了我一个梦魇了。希望你以后变成一个快乐的丧偶。谢谢王博老师，谢谢。韩宇是我今天特别期待的一个选手，我拍的点就是腾格尔那个点。对，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铺垫特别好，他前面讲那个蓝天，完了讲那个歌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蒙古歌手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在那个瞬间，其实我跟那个司机是一样的。我想特别感谢一下双雪涛老师，因为昨天我们在开放麦碰到了哦，然后他鼓励了我，谢谢你。他提那个二手玫瑰的时候，其实我想拍的，但是我又总结了经验，因为刚刚七七在剪的时候，我拍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节奏，所以这个节奏感很重要，我就把它一直延迟到 beef 的时候，控制的刚刚好。你们可以看回放 ，beef 也是我们那边的第一生产力。哦 ，beef 啊，我们还有。对，刚才 beef 的时候还跟我们确认啊 beef 啊 beef 啊，我以为是 beef， 我一开始以为是 beef， 后来马上转过来，但是还是打得比较及时了。所以您刚刚点评的是自己拍灯的时机多么的，不愧是我。你看，这就是毫不内耗的人格啊！发现你每次都是点评自己。OK， 好，我要好好点评你了。其实我内心有很多话，但是呢，我不知道如何转化成普通话，因为我也是讲方言的。跟你刚才讲了一句特别，叫什么100多块钱，对吧？硬過卡先硬嘅。對啊，我就覺得呢句非常猥瑣。我先來時我用海洋話如何表達這種難聲，因為我或者寫歌就用海洋話去寫。但是對，我做民謠嘛。他是不是骂咱来着？是，他说，我觉得庞博你主持一般，就是这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看着我的眼睛。说双雪涛，你写的什么呀？其实，因为。我听得懂粤语，因为我讲那个闽南语的嘛，其实我就是有一些方言的脱口秀，对，然后我自己创作很多歌曲也是那个方言的，然后我觉得又回来了，对，所以一开始在你的脱口秀作品里面突然出现一句这个特别有趣。哎，我已经很努力在点评了。What a comment！ 对，我会继续努力的。你刚才说那个我特别有共鸣，就是你鼓足所有的勇气，我要跟你开始争执了，然后一句话说完之后，人家怼你一句，你任何就不会反击了。对，我还在练习。但这件事情练习非常重要，练习是有用的。七七不用练，七七不用练，七七你教韩语。我特别能理解博哥特别喜欢韩语，您的那个表现的那个喜剧状态，其实跟韩语有的时候还有点像。哦，是吗？是吧？就是看着特别淳朴无害，很狡黠，还有点小坏。你前面的铺垫都没必要，就是有点狡黠，那个是重要的。哎，你看这个点评就是他有时候批评啊，他不会直接批评，他找一个桥，你知道，他把它渡过去，你知道吗？就看似无害，你知道，这个听懂了就行了。谢谢海宇，现在回到休息区。3位演完，我们就要公布一下第一轮3位的成绩，这个成绩也会决定他们队友上场的顺序，请看大屏幕。这样就决定了他们接下来队友的上场顺序。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朋友，看外表就经常能震慑住大家，但今天也要跟我们坦白一些内心的心里话。我们掌声有请李卓妍。我叫李卓妍啊，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其实我不太会拒绝人。
对，很难相信吧？我也不敢相信，也不是鼓励你们向我借钱的意思啊。就是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我的真实性格跟我的外表会反差那么大。有一次我的室友他带对象回家，说想要住几天，问我方不方便，问我方不方便。附近不是有酒店吗？我去住呗。哎，更烦的是回来之后就发现他们把我的零食全都吃光了。我说全吃光了啊，我再买呗。他对象临走前还给了我一个好评，他说：“哎，别看他长这样，人还挺好的。”我说：“什么叫别看我长这样？我都长这样，你怎么还敢来呀？”我感觉我自己像是一颗海胆，就长了那么多次了，结果还来了一个人说：“哎，你别看他长这样，内心还挺柔软的。”我感觉这种人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那谁最讨厌这句话呢？海胆。很多人觉得我看着像是一个攻击型人格，但其实我就是一个海胆型人格。就最有攻击性的就是我的外表。有时候我照镜子，我都会生气。我想李卓言，你顶着这张脸，净干窝囊事儿。花瓶。但是我知道在座肯定不止我一个人这样，你们身边应该有那种人嘛，就是他看着跟谁关系都很好，但其实谁都特别烦他的那种，有吗？有。如果你身边没有这种人的话，有一次去演出完嘛，跟几个玩得好的演员约着去聚餐，然后那个人也凑上来说：“哎，我能去吗？我也饿了。”肯定不能啊。你去了，我们讲谁的坏话？而且，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想他来的话，是不会让他问出“我能去吗”这句话。我觉得不受欢迎的“我能去吗”，就相当于暧昧期的那一句“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纯自取其辱。我们当时几个人就这样抿着嘴，互相看着对方，谁都不敢开口拒绝。我感觉我们想法都是一样的。哎呀，不想他来，但他都说他饿了。中国人最看不得别人挨饿了，来就来呗。但咋说呢？你们有见过一个聚餐全程都不聊八卦的吗？他也没见过。他还问他说：“哎，你们平时都不吐槽同行的吗？”平时吐槽啊，这不主咖来了吗？质量聚餐，只解决了温饱。我们点的还是烧烤啊，吃了满嘴的亚硝酸盐，但说不出一句闲话。这顿烧烤致癌又窒息，真的以为吃完就能解脱了。结果买单的时候，他又说：“啊，那2个菜我没怎么吃，我就不 A 了。”哇！他好勇敢呐！我真的有点崇拜他了。感觉如果是他的室友带对象回家的话，他肯定会说：“哎，你们2个人，我1个人，那我住的比较少，房租我就不 A 了。你们 WiFi 用的比较多，那网费我也不 A 了。但是我天天在这里当电灯泡，电费你得给我 A 一下吧。”我在想，他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啊！我拒绝他有那么难吗？我也想要勇敢拒绝，但那次已经来不及了。我先给自己想了一篇爽文，从标题就已经开始爽。重生之我是嘻哈。我重生了。回到那天，室友带对象回家，说想要住几天，问我方不方便。我冷笑了一声，哼，住2、3天肯定是不方便的。你们住7天吧，挺方便的。聚餐的时候，有人凑过来说：“哎，我能去吗？”我说：“哎，谁在说话？”他说：“我也饿了。”那你叫外卖呀？这2个菜我没怎么吃，
那你打包回去吃嘛。我就不 A 了，不 A 了，你请客吗？哇，下回我来请吧。其实我知道这个爽文根本不够爽，有点像是穷人在写富豪生活的感觉。毕竟我也还在慢慢学习怎么拒绝嘛，所以如果在座有人跟我一样，还是无法坚定的说不，我想要趁现在跟大家玩个游戏，练习一下，很简单的，可以吗？来，准备好了啊！剪刀石头，不够坚定，再来一遍。剪刀石头。讲完了，谢谢大家。谢谢李卓言的表演。喜欢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最后这个互动很突破。是本来就想互动2遍吗？是，其实也不是啦，就是怕第一遍没有人跟嘛，然后就互动2遍这样。对呀。我其实才自省了一下，以前没有那么意识到，听起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同感？虽然看起来大家性格不太一样，但是不会说不这个。您也是这种性格吗？其实我非常是。刚才你在说石头剪刀布的时候，其实这种互动，我平时挺少能够做出回应的，但刚才真的是就说了出来。剪刀石头布。其实就像有的时候别人找你借钱，你跟人说你没有钱，好像也没法说。我是直接拉黑的是吧？对，直接删掉借钱的信息。我是哇，这太佩服你们这样人了。我觉得你之前一直会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劲儿在这儿，今天我觉得你有点泄气，还是我不知道怎么，还是因为这个话题导致的，你觉得自己要变得柔软一些。其实你稍微有一点那种很放松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哎，我觉得那样的你更可爱，就是更让我们觉得我们也能够放下很多东西去听你表达。因为这一篇确实也写的比较着急嘛，自己也第一次尝试写这样子的稿子，所以还是有一点没有那个信念感，差了一点点。加油！谢谢你，谢谢你。我们都是那种平时不太善于说 no 的人，然后当你有的时候，比如说他总这样，他总这么提一些个特别无理的要求，然后你终于鼓足勇气，然后站在他面前说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可以了。人家行吧，那算了，就是让你觉得也不爽，就你的复仇一点也不爽。你以为会你们俩开始是吧？对人说行吧，那不住了没事儿。哎，弄得他挺大度，弄得我好像挺别扭的，是吧？我最烦篡人大度的人。对，哎，这样我也听着耳熟。这个，其实我特别期待听那个任科老师讲2句。因为他今儿这从这个电梯一下来，我就感觉你们俩有点莫名的相像，我以为是你的哥哥。我也觉得任科老师看上去很像是我一个表哥之类的那种感觉，就是同样都是一种家族的耻辱的那种感觉。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妈问你看你那个表哥，那里唱什么歌，你也是在讲什么脱口秀，就过年这种话题的那种。你表哥也唱歌啊？没有，就觉得你像。没有，如果你覺得對話困難，我們可以講粵語啦。其實係咩？係啊係。咁好啊！其實我好中意你嘅，你咩之前我睇過你個 show 啊嘛。幾時啊？幾時啊？唔係，之前係喺手機裏邊。他說在手機看過我的表演。自然翻譯的。因為有人話你同我好似啊。真係有人說我們兩個很像，係啊，我覺得都係廣東人嘅長相咁樣。Yes。廣東人的長相，所以長得有點像。你們說了這麼半天，這麼沒有營養啊！這是，我們糊弄我們這麼半天，我們跟多鄰國似的，在這兒。我要開始說非常有營養的一句金句了，因為你不是說海膽型是嗎？人格對。人格，我是抓過海膽的，我下海抓過海膽。海膽雖然布滿了刺，但內心它有個柔軟的心。它沒有，我們就不吃了。完全解釋了我的梗，好有營養哦，跟海膽一樣。猴塞雷啊 ，Yeah。我覺得你的那個語速我很喜歡，我覺得這個，天然就是一個我能聽進去的一個語速。但是對於我來說，脫口秀可能
有一些奇妙的观察。这个段子稍微少了一点点，这个段子限制了你这个有一点限制魅力。我是不是说太多缺点了？这个不叫缺点，这个叫优点的阴暗面。对，sorry， 这个用词不当。我说点有营养的吧，这个支持大家都对讨厌的人坚定的说不啊，但是生活中总有些东西是无法拒绝的，比如上淘宝闪购，够快、够好、够优惠，点外卖更优惠。别看淘宝闪购优惠成这样，送的也很快，品质也很好哦。谢谢阿烟，谢谢，请回到我们身边。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朋友，也是来自东北的我们这学霸好朋友，欢迎于博。嗨，朋友们，嗨，我叫于博，又来了。嗨，那第2年来焦虑，因为我发现我从去年上节目开始，我就越来越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会在任何平台搜自己的名字，小某书、某音、某瓣、淘宝闲鱼、天眼查。我去年节目的表现上，某瓣只有2条评论，2条差评。第1条说我面相不好，一看就会家暴。第2条说我现实私底下打过翟佳宁。你要不看节目，单看这2条，是不是以为翟佳宁娶我了？从去年节目下来之后，太想要别人的认可了，太想要。每天做咖啡就管写稿，第一件事先拿出微信看有没有那朋友恭喜我，看着恭喜就点开，妈一条消息，恭喜你获得5万块钱贷款额度。我想要那种认可，我发现从小到大得到的都是那种玩笑式的认可，那种不真实。我高考毕业的升学宴上，我爸一个朋友用开玩笑的口吻给我搂到怀里说：“哎，于博，上大学了，这把发挥的不错，运气挺好，这把让你掏着了。”啥叫掏着了啊？那是大学呀，还是厕所啊？发挥的不错，我不是复习的不错吗？我怎么就那么会发挥呢？我是黑化肥。会发挥。你怎么还能恭喜别人运气好呢？我高考又不是蒙的，打地嘎踩一脚交卷了，上大学了。那我多余上高中，3岁会走路那天就能高考，3岁踩一脚交卷了，我名都不用写，老师拿卷子一看，哎呀妈，泰莱尼斯稳稳鞋。没有人想在努力之后被别人说幸运，对吧？勾践卧薪尝胆复国了，你不可能来个外交使臣说：“哎妈，大王你真幸运。”勾践破防了，拿个小刀给他胆卸下来，晚上回去接着舔，因为他的胆大。他肯定也是主动分享自己当年有多努力，想让别人夸他吧。对吧？卧薪尝胆这事儿，他不自己主动往外说，谁知道啊？那胆不是睡觉之前偷摸舔的吗？他舔胆时候直播了，直播板块是猎奇吃播，舔一狗胆4个机位，第一口让粉丝先舔。边舔边说：“哎妈，给主播点点关注。”吴王夫差拿个小屋就给他关注了。不可能吧？不可能吧？因为越王要是会开直播，就不是越王，是王越。我理解了。我要是勾践，我也得让全世界知道我卧薪尝胆。我那个士兵入伍之前就必须把卧薪尝胆纹后背。岳飞闻精忠报国，就闻卧薪尝胆。士兵都害怕说：“妈，大王新字笔画太多，能拿拼音带吗？”卧薪尝胆都不会是我们的历史典故，是我们的体验项目。我在川沙那儿修一个尝胆乐园。
我们乐园能直接喝鸡尾酒，长胆冰茶。吉祥物是赵子龙，因为他浑身是胆。我理解他，我理解他，我也是那种困在别人的眼光里了。我们就是这样，你在乎别人的眼光，你就完全看不到自己真正拥有的是什么，只依赖别人的夸奖。我意识到那一天，就是那天有天在写稿的时候，旁边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和她闺蜜在倾诉自己的容貌焦虑，很漂亮。对面的反应听到好像没有焦虑，好像她有传染病。对面说：“姐妹，你有啥容貌焦虑？你要有容貌焦虑呢，你让这帮人怎么活？”我就在旁边喝咖啡。你焦虑，为啥死的是我呢？我命凭啥有你不由天呢？咱讲话，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你怎么殃及另一个城门呢？环顾四周，整个咖啡店就我一个人。老板出去抽烟了。老板宁肯死于肺癌，不死于容貌焦虑。都给我听难受了。我说来喝杯咖啡，给自己喝成丑人了。我喝的不是美式吗？但我不针对她，我理解她，我真的理解她。我针对她的闺蜜。你这情商当什么人呢？你上童话里当魔镜好不好？你当魔镜，白雪公主都不用死。往后一焦虑，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你嘎把小矮人拽出来。你有容貌焦虑，她都不用活。所以容貌焦虑好像才是那些有姿色的人王后公主的特权，对吧？矮人没有容貌焦虑，矮人有这玩意儿啥用？别人都看不着。他家有个魔镜，问他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魔镜啪给他嘴巴，啪给他嘴巴。说你怎么那么能说那么有用的呢？还全世界，你在你家排第7。为啥在乎别人眼光？好像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拥有，担心失去，对吧？所以我就理解他，但我不完全理解，因为我就没有容貌焦虑，我有容貌绝望，容貌抑郁，容貌双向情感障碍了。但可能这就是时代的命题，对吧？你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边，所有人都是你自己的魔镜，所以与其问魔镜，你应该直接洗脑魔镜。王后那天就应该跟魔镜说，你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一针见血的方式告诉我，我为什么这么美。说实话，镜子里面应该是我们自己的映射，对吗？我其实很早以前已经问过镜子，谁是世界上最好笑的人了。我看着镜子里面倒影，我知道他已经给过我答案了。他说赵本山。我讲完了，谢谢你们，谢谢于博。喜欢于博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我发现大林比较罕见的早拍了灯啊！我这一次看到于博，感觉和上一季第2季的时候，感觉你的舞台风格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了。是吧？我可能因为我其实想这一年削弱一点自己的攻击性。去年来说，我觉得因为你也有点不服不忿那感觉。对，所以这就是我的老看那个差评，然后就改了嘛。那你这么着，你能自洽吗？因为我其实我本来就不是去年那样的人，我其实更多的也是今年想聊一聊自己当下的情绪困境。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代表，去年老想代表一个群体，先代表什么东北人，又代表糖尿病，今年发现自己谁也代表不了，那就聊自己当下不懂的那些事儿。其实从观众来讲，或者从人们来讲，就特别爱看这个人的反差。就是去年你给我们表现你特别强势，好像什么都明白，什么都了解，但是到今年你展现出这种脆弱的时候，哎，大伙儿觉得就特好。哦，是吗？感谢。而且你说的很好，你一个胆翻多少番了都？从越王勾践到直播，最后又到赵子龙，我觉得你的创作能力还是非常强的。现在大家都有社交媒体了之后，其实大家都会在关注这些东西，我也是会天天都在看，但是时间会告诉你，其实你再怎么看，总会有人骂你，总会有人喜欢你，然后你总会有一天你也就不在乎了。你现在还卡在那个一开始的那个环节。我觉得可能是社交媒体时代给每个人的评论的权利都越来越大了，你就会很容易被那些什么东西
伤害。对，那不是他们对你的情绪，这可能是他们对自己的情绪，他们需要有一个投射，所以真的不要在意。行，感谢。他上台之后那个步伐很谦逊啊，就是害怕，就是害怕。但是他这个段子呢又挺有锐气啊，我觉得这个两个反差是很好的。而这个段子其实中间那个打那一段，我觉得是一个很东北式的一个联想，从一个事儿开始翻到另一个事儿，最后翻到赵子龙，他一番就带着我翻起来了。到最后其实我是觉得听的是很过瘾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扎实的一个文本，很厉害。感谢。刘老师之前不是都说你像00后是吧？他不是像。他就是，他是。我跟你说，焦虑确实能带来一些副作用。焦虑老了是吗？我刚才差点说大哥，你别想太多，你知道吗？你刚才说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那个这样，我脑子第一个孙红雷。对。啊。他就是也不内耗，也不焦虑，然后他会给魔镜洗脑，你知道吗？魔镜都疯了，后来你知道。他拿小锤给魔镜砸了，他那个。任科平时看不看网上的评论？也有人告诉我说有人在网上骂我，然后我去搜任科，但我看都好评。后面我才知道，骂我的人其实名字都记错了，他以为是任达华的任，叫任科，所以要搜任科才能看到骂我的。我搜任科全是好评。别人骂我的时候也会把我的名字打错，他会把我的3点水打没。我非常非常喜欢你今天的表演，而且我在那个你在说那个什么直播吃那个胆，我就已经，因为这种就是对古代的一个故事用现代的手法来描述的这种东西，在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里面，他就来了一段爵士鼓嘛，你还记得吗？还是您的阅片量大，还是他记得这个节目有周星驰，哎。谢谢于博。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我一直会觉得别人从来没有真正的喜欢过我，就老是这种感觉。别人喜欢你的时候，总是在顺便喜欢你。我几乎很少成为别人的那种坚定选择，就是我不可替代的选择。我想当的是肯德基那个葡式蛋挞，就是我会愿意为了吃这个东西打车专门去一趟肯德基。但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肯德基的鸡米花，都是在套餐里面配合那个蛋挞的小食拼盘里边出现的那个东西。我所有事情都会焦虑，我太容易焦虑了，我没办法。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朋友，也是这一大组对决6位里面的最后一位，跟我们分享过童年，分享过青春，今天要溯源讲讲出生地，掌声有请王悦。